这个点儿去接孩子。对，就是不停的核算，就是我管公司的账我是挺明白的，但是自己的账，比如说这个那学费什么时候该交了，什么让我看着他出来，他们出来就全都集中在。那我们不用停到那边吗？那边好像不让停吧？那边好像都是 start 那个就是你看 only 你看就是那个停车场。I need everybody up on the floor. 嗨，要不要跟老师打个招呼呀？要不要进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呀？不用啊，就直接走了就行了。对，好。嗨，Jalen， 好可爱。对，这个是方言阿姨的车。对，你说的太对了。打让肯定。小孩子的世界真的不懂我们。这个花太漂亮了。这个是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今年就是收到的唯一的一束花。因为平时像我们演出，一般1月份演出会收到很多很多。我记得我们上次演出，哇塞，堆满了。对，那个还不算是最多的。我记得我第一年，就是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成立的第1年，我收到花是最多。我那个花基本上我们家整个的这个地上全部都是花。我是觉得真的你老公好浪漫呀。因为摩羯座嘛，就比较会精打细算。因为这个花就买了一束之后可以永生，是吗？对，就它是永生花，就不像别的你买那种鲜花，它放1个星期最多它就那个也凋谢了。这种花就基本上你看我们都放了很久了，永生的你老公对你的爱。哎，这边应该是你儿子的一个区域了吧？这是他的地盘是吗？对，这个我们就叫做小天地。对，然后他的学习的区域，然后这个是他所有的书，还有一些学具，比如剧。那平常他的这些学习都是你来管的吗？对，反正我主要是我和爸爸，我可能负责白天，然后爸爸下班回家之后，爸爸就负责晚上。对，然后他是很喜欢读书的，然后中文、英文都读，所以中文的书籍我们也是很多啊。对，尤其我觉得这边的孩子其实中文更应该加强一下。对，尤其是像一些那个什么神话什么盘古开天地呀，然后嫦娥奔月呀，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这些都是让他就他也自己也是很喜欢听。对，就觉得你的这种严格要求呀，就跟你平常的这种做事风格一样。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孩子嘛，就照书养嘛，就是说孩子不能看，不能看太多的那个就是电子产品嘛。对，学一个成语就画一幅画。哎，对，我记得你好像之前做过一些关于孩子的什么活动还是什么来着？成语魔方。哦，对，哦，对，我有印象。对，我觉得特别棒那个。就跟那个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作。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孩子真的很需要这种活动，让他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演出的性质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他们觉得啊，我要上台，然后那我为了上台而去学，比他们就是觉得单纯的去学太枯燥了。他们如果觉得哎，我要给所有的人表演，然后再去学。希望你以后可以多弄一些这些活动，特别棒。尤其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那个疫情结束之后，会的，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对，从小抓起。你们学的这是什么功夫呀？这叫梅花刀。哦，好棒呀！你是不是还学双节棍是吗？对。哇，你学了多少种武艺啊？18般武艺。哇，这些都是你的证书呀？对，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访问，拿出这么多证书，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我家的访问，所以就比较方便。这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杨洋的各种奖学金证书。哇塞，荣誉证书啊，是你上大学的时候的奖学金证书。对，奖学金证书，你像这个是大红本。对，这只是大学期间的，然后
我从小到大得过的证书太多了，在我那个长春的家里，真的是这应该让你裱起来，给你儿子今后的榜样。证书真的很漂亮，它真的很大，比我上身都高。这个是那个Los Angeles County 的 The County of Los Angeles 颁发的，也是因为我们做话剧，就是也是算传播中国文化嘛，然后也是为社区做贡献。像我们经常做活动，这些人要走在就是说大家的前面聚光灯下，我们就特别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像我先插一句。我这个不戴口罩你没关系吧？因为这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因为美国虽然是好转了，但是呢，疫情还是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呢，而且我们杨洋一向都是比较严格要求自己家里老老小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也算是对今年疫情的一个就是纪念吧，对吧？好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摘了吧，只要你保护好你，因为我觉得我要是我们俩都戴着，可能观众看两个面具脸。对，但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一直看着我们杨洋美丽的脸庞了。没关系，反正疫情期间也变胖了，等到瘦一点的，然后疫情结束了，我们再好好的脱下口罩，然后来接受一个访问。这个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每一学期不是都有学生的汇报表演嘛？然后你们当年不是也是出了好多明星吗？我们班董璇。对，董璇，对，然后还有我们班关玉儿，就佟大为的老婆。之后不是毕业之后就到了香港了，是对，刚毕业就去了吗？我应该是当时内地第一个去香港有线电视台。对，就是两个同时拍戏和主持人都选上你，那你就为什么会选择做主持人了呢？但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我这种脸呢就属于太抑郁了，其实是很吃亏，对，就是因为你太洋气了，我就是太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因为他又不觉，我又都不敢说是混血，那个时候所有的建组不敢说自己是混血，只敢说自己是少数民族。当时就是像章子怡啊什么这种类型的，对，使的脸去做主播就很吃香，对，然后又会讲普通话，就你知道我的人是很善良的，对不对？但是我的脸去试镜的时候是他们会把我画在坏女人，对，他们会把我画，因为眼睛大，所以因为你也做过制片人嘛，你想就是如果我再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比现在要瘦很多，就是大家对你不了解的时候，对，都会对你其实有一定的误会，对，其实不是那种误会，就是说跟你本身的性格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就觉得这个人好随和呀，好谦虚呀，真的跟我看到你朋友圈里的照片完全不一样。你是在香港工作几年？当时5年，前前后后5年。那5年给我最大的就是特别快速的让我学会了怎么在社会里生活。然后那你觉得对你的这个专业上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打特别好的基础的一个。对，主持人是特别有极致的，就是他有即兴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在舞台上，你真的比如说像我们演戏也会有忘词卡壳，当你有了主持人这个思维，你的脑子会快速旋转，然后它帮助你马上把这个你忘记的戏接上去。对，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然后呢相辅相成的。对，特别的好。我觉得你是属于那个把这2块结合的都特别好的。我觉得这2个对于你来说都是收获。反正我就觉得我在一个地方工作，虽然说工作还越来越顺利，但是如果总也完不成我的这个终身大事，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因为我是传统的女人呀。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规划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那样的。对，其实本身还是偏理性的。对，其实当时我觉得就像是命运的一双手在帮你安排，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找男朋友，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从香港回到北京，然后说重新开始北京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接到了一个主持的机会，是来美国做一个年会。这是因为呢，我以前是来过美国的，我对美国的机场的印象非常的不好因为我觉得美国机场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什么都能搞定那种感觉。对，然后就刚好，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知道了我这个顾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说没事，我让找一个哥们儿来接你。然后这个哥们儿就是所以说我真的是缘分呀。然后之后我们就是长距离的，大概4年的恋爱，他在洛杉矶，我在北京，是确定我觉得我30多了要生孩子了，就是我才决定来洛杉矶定居。那是你生完儿子之后，然后成立了我们这个中美。对，生完儿子之后的1岁左右吧，因为我们是刚刚移民过来的嘛，就是我们已经接触到，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很多更新更好的戏剧手法。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做一些
改良，然后让在生活在这边的华人去看，所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困难是一定有，比如说我们2个人都没什么钱，就是你想做一个剧团，首先面对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是虽然说这是我们的梦想，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梦想是有人支持的，就是说还是觉得有点没头绪，但其实已经比第1年、第2年、第3年的时候肯定是已经有一点条理了，而且对于你来说，肯定也越来越有经验了，越来越对。其实你跟我们演戏的时候已经是第4年，其实因为从第3年开始，我自己就真的开始演戏了嘛。我就是发现这个疫情这1年哈，然后就是我自己也是就被迫在家里出不去。对，就是说这1年，你觉得对你的生活，还有你的这个心态上，就是你看待任何事情，包括做事儿上，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我觉得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开始体会到跟孩子在一起的乐趣了。对，然后疫情我觉得最大的得益就是让我觉得我停下来了。对，就是有时间跟家人相处，去陪伴。对，而且就是停下来，你能够更多的去思索。因为其实我从读大学开始，然后马不停蹄的到香港，然后马不停蹄的回北京，包括我来了美国之后，其实太快了，都是按部就班。就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我甚至连几月份怀孕我都是计划好的。完全都是按照，真的是特别理性的。对，完全都是按计划。像我儿子生在8月份，就卡在9月1号之前生的。就这样的话，他可以就是上学不受影响。你连这个都能考虑得到。然后包括后来成立联盟之后，就更忙活了。所以就这一次呢，让我有机会真正的停下来。我相信，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这次真正的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呢，在有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一定想看书，你也不一定想怎么，那你可能最开始就是从打扫自己的旧东西开始。对，是现在不是人家很流行嘛？就你收拾衣柜啊，或者打扫什么，都是很治愈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总说那个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忘了，其实就可以重新来考虑一下。对，把之前的都总结一下，然后就是看你之后我们再怎么来规划。就是觉得可能疫情真正结束的时候，再出发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对，然后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去面对你在这个社会里，尤其你现在移民到美国这个社会里，你在这个社会里，你以后会是担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身为人母，为了孩子，你可能以后会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以后会选择事业上的一个方向，可能都会有一些重新的一些规划。那你现在就是有什么新的规划吗？就比如说对我们这个联盟，我觉得我们就是可能也会一直做下去，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梦想，一个爱好。然后还有就是我是觉得我想往教育这方面多走了，因为尤其是疫情期间，让很多的孩子可能心理上或者是成长过程当中，包括妈妈都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对，我是觉得教育真的很重要，而且我一直觉得表演教育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教育，然后表演教育对人的个性的形成，性格，对性格的养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教育。我们要总结出一套真正适合当地华人的，对华裔的，适合我们华人小朋友，对，然后又能把我们的这个文化结合的特别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些礼仪呀、人道啊，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是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在这边长大的我们这个华人的小朋友。真的是不能丢掉，丢掉了太可惜了，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大损失。对，因为你像我们那些什么成语故事，每一个都蕴含了很多古人的一些智慧。对，真的就是要把两地的这种很精华的东西，让华裔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既能接触到美国最纯粹的、最直接的这种美国的教育，然后呢，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在国内，就是说生根。话剧这一块可能就因为真的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当然要确保就是说我们的环境真的是很安全的，观众也要觉得是一个真正就是说观看的时候，我们才会恢复这样的